但是你天天做一件好，你天天做好事，别人都会骑到你的头上来。我现在决定，我要做一个坏蛋。咱现在就要做个坏女人，我现在就是要做一个坏女人。你讨厌我吧？我就是个坏蛋，我就是个坏人。谢谢迷你音，从今天开始我就要一直做一个坏人了，哈哈，我再也不做好事了。你放心吧，我不会做一件好事的。赶紧进入新的恋情，努力走出来。我已经试过了，我已经在试着尝试这条路了，要不然也不能出这些事儿，不是？被人骂标志，不是？失恋的人是我，痛苦的人是我，老娘还不能找点人转移注意力了？每天晚上睡不着的人是我，哎，我走出来有错吗？我想救自己一把有错吗？谁他妈失恋了不是要出去说我今天晚上要去酒吧，妈的给我点10几个男模陪我，我要转移注意力。老娘还没做到这个地步呢，可能过几个月就做到这个地步了，放心吧。反正我都是坏蛋了，我是坏女人，臭标志了，所以还爱他吗？爱情就是一坨裹着奶油蛋糕的狗屎，还说什么爱不爱的，都是放屁。爱情就是一坨裹着奶油的臭狗屎。以后咱谁都不会再爱了。我把男人当玩物，那就祝你继续堕落吧。我堕落什么了？我天哪，我堕落！你觉得堕落就堕落吧，反正我每天我都漂漂亮亮的。我直播赚钱赚的也很多，堕落吗？可能你定义的是堕落吧，但我不觉得我很堕落。来继续，还有什么想要搞我心态的人来继续刷，继续刷吧。你们不知道，我今天一起床，不知道是哪些人啊，有3、4个人不知道找到我电话号码，给我发微信，在那里骂我是臭标志，然后祝我什么癌什么的。我一起来给我气的。想想，你既然觉得我这么坏，那我就坏吧，爆钩吧。爆钩已经在走流程了，那些人的电话号码我都保存着呢，我已经在走流程了。今天找了个律师问了一下这个事情，是可以爆钩的，你们等着吧，你们电话号码都有，都实名认知的。又在说以前做什么事情都是我一个人能决定的吗？现在他妈的微信都发到我的手机上，不是辱骂都发到我的短信里面了，我还能不爆钩了？陈玉，你和以前长得不一样了。对啊，我越来越漂亮了，越来越有钱了。虽然我是个臭标志，是个坏女人，但是没办法，就是太漂亮了，每天都会有人给我刷一点钱。你坐在这里骂我几句的功夫，我就已经赚到你可能1个月都赚不到钱了。你不要白费这个功夫了，可以吗？我也不想啊，可是我就是太漂亮了。虽然我是个贱货，但是我觉得他们都是臭傻子，一群臭傻子啊！男人全是傻逼啊！现在封心所爱了，就是已经尝试过了。男人并不能让我转移注意力啊，因为失恋痛苦的人，每天晚上睡不着的人是我哎。我老娘，我身边好多朋友都每天都说约我出去给我点几个男模呢，他们还要给我介绍男人啊。也有人已经在开始追我了，但是我现在就觉得男人全都臭傻逼啊。他们就是转移我的注意力，就是个工具就可以啦。现在我谁也不想爱呀，你们说也没有错。我也是男的，那咋了？我就不可以自称为老娘了吗？我自己的权利啊，男的不可以自称为老娘了吗？为什么变成这个样子了？不变成这个样子，难道任由所有人都来踩我一脚吗？人永远只能自己救自己，没有任何人能帮我，人永远只能自己救自己。哎，刚刚所有那几个上嘉年华的。感谢刚刚所有几个上嘉年华的姐姐们，感谢所有人公屏帮我感谢一波，一个一个轮流去感谢，不要重复了，一个个轮流感谢下去。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公屏所有人帮我感谢一波。谢谢挖下号而已。动画片懵了吧？动画片这个小动画片懵了吧？谢谢春夏秋冬，谢谢 Fantasy， 谢谢 T 加，谢谢林欢，谢谢 T 加，感谢亲密谎言，感谢大家所有众筹的必心兔兔，谢谢号而已，谢谢号而已，感谢点心送来的7个嘉年华，感谢点心送来的7个嘉年华。我是公屏所有人再帮我感谢一波点心送来的7个嘉年华，守塔成功了，刚刚差点被这个动画片给偷到了，
来，公屏所有人帮我再次感谢一波点心，谢谢这一把所有上嘉年华的姐姐们，还有所有众筹比心兔兔的们，所有这一把顶上去的姐姐们，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公屏所有人帮我感谢一波，感谢这一波所有上票的家人们，所有人帮我感谢一波，谢谢大家，谢谢大家。今天的第一把 PK， 陈绿臭标志坏女人的第一把 PK 打了85万分。可能会被拉黑吧，但是也无所谓了。就是我想说，你现在的生活是你想要的吗？不这样的话，我还能怎么过呢？哎，其实就是希望直播间的其他人也不要把 CP 粉想的有多坏，就是其实在群里嘛，大部分 CP 粉其实都是特别好的，就是直到现在也还是在默默的等待。我们每天都在群里说，不要去给你们任何一方带节奏，就大家也不要互相的去传话去干嘛，就默默的等待就好了。这就是因为现阶段我也就只能这样过好我自己的生活。对，当然大家也希望你现在在杭州就是就像你说的吧，一步三回头的走，什么的走，就是当然也希望你可以好好爱自己，就是过好自己的生活，就是你身上的红点点还是希望你可以去看一下吧啊，毕竟要就是身体健康是第一位的，然后希望你在杭州就是没事的时候也可以多去运动一下，就是也不要老去喝酒干嘛的。不，就是我上麦不是说想让你破防干嘛的，就是其实我更多的想法就是想告诉你，大部分 CP 粉真的都很好很好。但是故事发展到今天，其实我也没有资格就是说我还需要你们，我还想留着你们，你们其实已经可以不用这样子就是对我了。因为到今天为止，我很早就是说过了，我在微博上都已经说过了，大家可以不用再来。我知道，那就是你表达了你的想法嘛，那我们就是也想表达自己的想法嘛，因为我们也看了2年600-700天的日子里面，也确实真切的，就是虽然每天2个小时就只是看到2个小时嘛，但是2个小时也是一天24小时的一个缩影嘛，就是我们也真切的感受到了就是你俩的就是美好的一些瞬间嘛，就是也不知道。这两年当然是美好的，我也没有说过这2年不好，但是感情这个事情不是一个人所能就是控制的，就包括对，我今天是嘲笑自己是臭标志是个坏人，也是一样的，就是真正的失恋的痛苦，就是可能我就是可能你如果失恋的人，如果可能共情那种失恋，就半夜真的是睡不着觉，然后全身心都是每天感觉好像你是沉浸在一个海里面的那种感觉，然后又睡不着觉，然后整天心里像被堵着。我只有工作的时候，或者是我能出去玩的时候，有确实前段时间有人喜欢我，然后他们追我的时候，我确实感觉到我转移了一点注意力，然后我就很想，我确实就很想尝试这个办法，让我自己的注意力转移出来。我无可厚非的，因为我要救我自己。因为我每天沉浸在这个情绪里面，我如果说靠工作麻痹自己，但工作的时间也就只有这2个小时，然后我其他时间拍视频什么的，它不能填满我所有的生活，我只能自己救我自己。因为然后走到今天，不是说2年的感情是不好的，它肯定是有好的一面的，但是很多事情不是
说一个人就能去决定所有的事情。至少今时今日为止，我在做的所有事情都是在救我自己。我并且在救我自己的同时，我也不想，就是确实，我这段时间确实会经常被一些弹幕啊或者节奏，之前有段时间确实很容易搞的应激，但是确实很多东西也只能代表一部分人。但是我也相信这个世界上不是全都是坏人的，可能现在坏人只有我一个。可以。哎呀，不好意思，我是来骂你的。好，你说吧，不要骂得太难听啊，骂得太难听我会骂回去的啊。算了，我也骂不了，不太会骂人。好，那你说吧。那你委婉一点啊。第一个我就想问问你，你觉得这2年的感情，你自己平心自问一下，你没有带过刘聪的节奏吗？你带节奏的话，有过吧？有过。那你觉得这样对他对吗？当然是不对的。没了啊，不然呢？那第二个问题，那我问一下你，如果是今天是刘聪，他和你分手不到2个月，然后去跟别人哈喽，你觉得合适吗？我们已经3个月喽，如果从3个月你就觉得可以哈喽了吗？从澳门那天算的话，3个月你就觉得可以哈喽了吗？我觉得 hello 并不代表什么，因为我今天直播全场我一直在说，失恋痛苦的人是我必须救我自己。其实我这段时间来杭州之后，我出去玩过，然后确实有人在追我，然后我追我的时候吧，确实当时在玩的时候感觉转移到了一点注意力，但是我回家之后第二天醒来就对什么东西还是都没有兴趣，然后我以为这个方法就是我去认识新的朋友新的人，他可以让这个方法让我尽快的转移注意力，我每天没有那么痛苦，所以我就这么试了，但我发现对我来说没有什么作用，所以我才说还是封心所爱吧。就是如果说我觉得救自己是一个错误的话，那我觉得它不是一个错误。那你现在是什么态度呢？你对于这段感情？我现在什么态度？现在就是我要赶紧走出来啊，因为我觉得这段感情已经就是结束了，我要赶紧走出来，我得开始我的新生活。那你觉得你以后还能遇到这样的吗？那谁知道以后的事情谁说得准呢？行，那祝你幸福吧，好吧。谢谢。还好吧，我觉得说的不是很严重，说的不是很严重。然后呢，我觉得这个微博也好，抖音也好，就是骂来骂去的，我觉得可能也是一些不知道大的还是小的，就在那里骂，我就不知道他在骂什么。谈个恋爱你不吵架吗？谈个恋爱你不生气吗？那各有各的生气，就是那说一件事情就是被你们给放大了，所以才会有节奏带。那我看完以后啊，我觉得我平时不怎么骂人的，但是我上来不是骂你的哦，我是要骂他们的。你们吃饱了撑着，自己挣钱了吗？谈恋爱了吗？结婚了吗？生完了吗？你管那么多事儿，是不是？你觉得看你开心哦，那你就看看他，给他刷点。看另外一个帅，你就刷那个都可以啊。你刷又刷不出来，事儿又那么多，对不对？那我觉得你直播也是一样的。我觉得失恋大家都失过，失恋的时候本来就是要找一点事情来干，分散一些精力，然后才会让自己的心情愉悦，对不对？愉悦了，不管什么样的心情都可以面对更好的未来。就是未来哪怕你们相遇了，那也是好的相遇。反正微博天天骂这个骂那个，所以我要上来说一句，你们骂来骂去骂什么？关你们屁事！就他们俩谈恋爱，分不分合不合都不关你们事儿啊！我付了200块钱上来就是来骂你们的，如果有时间也可以还给我。我不会还给你的，你已经刷给我了。没有，我让他们还给我，我再给你刷回去啊。谢谢啊，都进我口袋了。啊，对呀，那直播不就是为了挣钱的吗？那你看都看了，你不花点，
那你白嫖啊！还有那么多没点灯牌的，两边都没点灯牌，天天在这里骂，你他妈1分钱都不想花，你就在这里骂，是不是？你很可爱，你的前任也很帅。啊，我承认他是属于在我的审美范围内的，但是这个已经不重要了。啊，对，但是我觉得啊，你长得那么可爱，长得不会太丑的。太丑的我们看不上啊，就像你说的，我都磕的这么好的了，我再去看别的我也看不起啊，对不对？就像我磕完你们俩，我也磕不了别的男人了。就是啊，我就说，我就这段时间我转移注意力，对我负责啊，真的。转移注意力找的那些人。对啊 ，say 个 hello 怎么了？调戏一下怎么了？干嘛？我现在是分手状态，我就不能调戏一下了？没有调戏哈，我可没有调戏他，我就是打就 say hello 吧，这有什么？哎呀，我上来只想说这么一点啊，因为我一直都很相信你，尽管你经常说我喜欢钱啊什么东西的，因为我是去，我本来就很喜欢钱，但你虽然说这个东西，但是我觉得你本意不是这个样子，因为我以前是从去年的时候，我是考古了你22年以前的那些东西。我不想立自己不爱钱的人设，没有人不爱钱的。你当然就是没有说你不爱钱，但是我并没有觉得就是说造成今天这个局面是因为你爱钱这个事儿，你知道不？程律，我只是想跟你说一点，就是时间有限，就是你的前夫他现在对你的所有东西他没有反应，可能不是因为不是不爱了这个事情。那这不是你的感觉吗？就是我只是提供一个假设，你知道吗？但是假设在我这个地方并不成立，在我成立本人，因为这段感情是我在经历。我只是就是你先听我说完这一点我就下，可不可以？就是他2年了，他已经长大了，你懂我意思吗？我没觉得他长大了。就是他的想法已经有了变化了。因为人不是不变的，你说了，因为我之前因为我看过你之前第一次就是厦门1.0的时候，他发在你耳边跟你说的，不是，就是你的一些行为跟现在的一些行为让我觉得你只是在用以前的一些方法去对付他，你懂我意思吗？应该有这样的，我可以承认我有这样子的想法，但是我真正的我还是希望自己，就我干了这些事情是希望我尽快自己走出来。我懂你的意思，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他2年前的反应跟他现在的反应不一样，可能就是因为他长大了，他才20，你懂我意思吗？就是他已经不是那个，他已经被你磨练的长大了，你懂我意思？哪长大了？你是不是有什么误解？我觉得你的感觉跟我的感觉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反正就这点吧。我就是跟你说这一点的，其余的你至于你粉圈的事儿，说实话，我觉得我也不太理解粉圈是个什么东西，大家就是不要随便骂人就可以了。对对对，我刚刚也是说的这些，我说不要互相攻击什么之类的，我觉得前面都还好吧，可能连麦连着，有些人觉得你说的不对，我得竞价上来，我要把我的观点输出出来，但是我觉得最好不要攻击任何一方。就是我也不太理解粉圈这个东西，但是我觉得你不礼貌就是不礼貌，所以大家都理智点吧，就是这样。好，再见。你就是我之前也算是CP粉，但是就是现在我应该就是一直比较偏向你的，因为我感觉我跟你比较能共情，因为你复盘把我整哭了，然后就感觉看你们直播的过程中，我好像能体会你的感受，就是跟你比较能共情。然后就是刚刚分手的时候看你比较难过，我也比较难过，但是后来看你在新疆就是拍那个视频，我感觉哇，业务能力确实扛打，就是感觉你的状态挺好的，所以你就大胆的往前走，千万不要回头。就是
千万不要回头，因为有的时候可能你感觉是老天又给你一次机会，其实也可能是又给你一巴掌，就是不合适就是不合适吧。那好的坏的都是经历，就是也不要有遗憾，但是就是反正就是加油向前走，千万不要回头。哎，其实我一直是想保持这样的心态的，但是一个人午夜梦回的时候吧，那就失恋的感觉吧，它就会让你拉扯在那个情绪里面，然后第二天你收拾好自己，又会觉得又收拾好心，就是夜晚的时候是最难熬的。第二天你再收拾好你自己，你会觉得没有什么过不去的。你人生是过给自己的，只有自己才能救自己。我每天就是基本上就会在这种情绪里面煎熬，然后所以开播的我就觉得我是做这份工作的，我也不能失去这份工作，所以我觉得我跟很多失恋的人又有点不太一样，就是我做这份工作，然后我失恋了之后得到了很多支持我的人，他不希望我再回到之前那段感情里面去。然后我自己也是一直在抱着这个想法，然后但是我夜晚的时候呢，又控制不了自己那种失恋的感觉，所以我每天这样子情绪反反复复的这样拉扯，这样子难受，搞得我身上全是长了一身的包。对，其实你要早点休息，然后去看看医生，不能喝酒，少抽一点烟。其实因为我说我跟你比较能共情，我也应该能体会你的感受，就是有不甘心，也有求而不得。但是呢，就像我说的，可能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的，就是都是你要经历的。经历过了好的坏的，但是也就这样了。我觉得向前走吧，你值得更好的。你有最好的颜值和情绪价值，所以你下一段会更好。我不知道下一段会不会更好，但是我相信如果我走出了这一段的旅程，我相信我会变成我更好的自己。你的人生会更好的。对，不一定说是在遇到下一个人或者干嘛，也许我会变成一个更好的自己。加油，元气小绿。我其实上来就是想说一下我自己心里有一些问题啊。其实我算是底层的 CP 粉吧。其实之前很多事情，我们很多底层都不知道，就是包括你重庆那个事情，我知道你不愿意提，但希望你听我一下。就是你重庆那个事情，还有就是刘聪那个俄罗斯那个事情，为什么就是会爆出来？这个不是我们去扒呀，是确实它是有一个源头。然后就是我说真的，我作为一个看你们感情的人，我只想那2个小时去看看你们，我并不想知道这些事情。就是就其实有些事情，就比如刘聪那个俄罗斯那个事情，如果你当时你也说的是你自己知道那是直男恶趣味，但为什么后来你又跟那个什么那个谁又说这个事情，导致后来又爆出来这个我不是很清楚。当然你回不回答也无所谓啊。还有就是其实俄罗斯这个事情，虽然说当时我是选择了就是去理解或者我接受这个事情，但是当我们每次吵架的时候，这个事情都会成为我心里的一个刺。所以你觉得他出轨了吗？我没有说他出轨，但是这个事情他就是会成为我就是加剧我日后不信任的一个因素。那我想问一下，如果未来你们有可能复合的话，那你现在，我不是说你聊骚，只是我也不说我是个正常人，我只是觉得三观的话，如果心里有别人，不应该去和其他的人。对你，我知道你是想救你自己，可是我也知道你很痛苦。可是这个真的不能，我是这么觉得的，也有可能你不是这么觉得，因为世界上人都不一样，我理解。但是就是像我说的，你觉得会成为他心中的一个刺吗？未来的话，你说我们如果那个什么？对啊，你就真的保证你俩不会再复合了？我想问一下，如果你想一想，你们见面之后，你们终有一天如果见了面，不会的，你俩会不会和好？我不会跟他见面的，我也不会跟他和好。
你不会跟他见面，其实就说明了你害怕吧。但是世界上这个事情，因为我刚刚都承认了，我说我每天晚上还是在沉浸在这个失恋痛苦当中，就包括我拯救自己，我去找一些东西去转移我的注意力，也都是拯救自己的那个，但是我并没有做出怎么说，就是像你们什么聊骚，然后或者跟别人有什么我相信你，我真的相信你这么多年不是这么1-2年了，我相信你不是在聊骚，但是确实也是一个刺板啊。然后我希望你听我再说一下啊，然后你知道刘聪他之前说过，他觉得你们未来会复合吗？那是你知道这个事情吗？那是他呀。是的，但是你自己心里你应该清楚也明白你到底爱不爱他。对于你来说，你到底是跟他在一起更快乐，还是现在这样更快乐？这是你自己心里你自己能想明白的事情。你别人无所谓的，就是你自己心里。我走出来了之后，我才会觉得这没有什么好不好快乐的。可是为什么非要？我不是在阻止你走出来，是因为我记得你曾经说过，你已经捡到最好的贝壳，你为什么还要去？因为我觉得刘聪这个人他不是十恶不赦啊，我觉得相比104来说，因为我第一次看104，我也从来没说过他是一个很坏的人，但是我们走到今天这一步已经不是什么哎呀那些什么以前说过的话呀，或者是回忆很美好啊，这些已经是以前的事情了。好，那我想再问你一下，你是觉得刘聪不那么爱你了是吗？是吗？也许我也一样吧。好吧，时间会证明一切的。我只能这么回答。时间会证明一切的，你们心里怎么想的我不清楚，唯粉也不会清楚，其他 CP 粉也不会清楚，但我希望我们对吧，正常的 CP 粉不需要你们就和唯粉去共情啊什么的，但是真的希望不要就一进你直播间就好像被赶一样走。最后还是觉得你自己心里都清楚吧，你说的话跟你自己心里想的你应该会清楚的。好，我今天就说到这里吧。好，谢谢，不要攻击别人，我觉得他其实问的问题还好，我没有觉得被冒犯到。对，我觉得我挺正常的问题的。作为一个之前的粉丝的话，我觉得有这些问题我能接受的。其实我上来我就只想讲一句啊，以前我也是你们的 CP 粉，但是后来我只喜欢你一个人，是为啥？因为我觉得一个人坦荡会更重要。要真诚，做人真的要真诚，要坦荡，不是说微博上所有的人说陈律怎么爱钱，或者说怎么样，但是在我作为一个以前是 CP 粉的时候，我看不清楚，要脱离这个身份之后，我才能看清楚，原来这段感情真的出了太多的问题。我觉得你们之间的问题不是说跟哪个富婆或去重庆或去旅游的问题，明明就是你们感情出了问题。至于其中一个人不出来回应，这是他自己的想法，但是我自己脱离了这个身份，我才能看得清楚。这明明是你俩自己感情的问题，我觉得跟富婆没有任何关系，对不对？这事其实你俩其实心里最清楚，至于为啥对方不出来回应。我能理解他，他是觉得我，其实一开始我们跟有一些粉丝有联系的时候是2个人共同的，因为基本上都是管理，然后管理之间是帮我们处理过很多东西，然后我们以前刚开始吵架那么几次的时候，管理也帮我们劝和过，然后帮我们怎么样，还帮我们出保证书什么各自签名这种。刚开始的时候他们是，所以我逐渐的我很信任他们，然后就是我觉得我身边的就是我是一个倾诉欲特别强的人，然后我到了后期我们有吵架有争执的时候，我发现我就是身边的朋友不能信，然后我又没有人可诉说，又经常我们俩吵架的时候是那种要不就上面就出去了，要不就是我也有我跑出去的时候，要不就他上面就出去了，我就一个人在家里，或者是我一个人在外面的时候，我就真的找不到任何人能听我讲我很不舒服的点。但是我可能诉说我不舒服的点的时候呢，我可能是带着我的主观因素去说的，可能无意就是无形当中就是站在我的主观视角去说，就会变得事情好像就是不太一样。后期是有那么几次这样子。
好，其实我不想问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其实大家都知道，我只是想说，你俩分手是因为你俩感情自己出了问题，跟所有的富婆或者是谁去了重庆没有任何的关系。还有一个点也很重要哈，关于所有流通的，你们说的八卦也好，绯闻也好，传出来的谣言也好，我只想说，只要你不做，它就传不出来；你要做，你就不要怕被人传出来。跟谁说出来没关系，首先你不要做。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人家是造谣吗？造谣他不告吗？他告了吗？这些东西是造谣吗？你不做，那谁会知道呢？对不对？那谁让你去做呢？那为啥他可以跟嫩模就是聊天，或者说出去约饭？不要说这个，不要说这个。对，反正我就只想说，你要很多事情不想让别人知道，那就不要做，做了就不要怕别人知道，也不要说什么谣言，谣言他自己会告，不要什么都扯到谣言。不是说跟陈律有关系，他只要做了，他就有可能会传出来。只要不想被人知道，那就不要做。不要什么都怪在人家陈律头上。我有想过，必要什么？大家都正常一点。因为我有想过，是不是我在诉说我诉说的时候只是带着我的主观因素。不是说什么主不主观因素，很多事情他就是做了，你做了就不要怕被传出来，对不对？那很多事情没做嘛，传了那么多谣言，以前谁信过？以前我做 CP 粉的时候，我没信过任何的谣言，那是谣言吗？那最后是不是都是事实？他是不是自己做了？那既然做了，为啥要怕被说出来？那你觉得是谣言，你觉得人家污蔑你了，那你去告，对不对？就是我们信任感越来越低，也有一部分这样的原因。就是我是接受这些事情，我也相信，就是没有任何越矩的行为。但是就是每次吵架的时候，你知道吗？就会忍不住。对，这个点就是正常人不能接受，没有人可以接受，不可以有人接受。翻来覆去拿出来吵，然后我们反正一句话就是这些事情在正常的情侣之中不可能有人接受，能接受的都是脑子有问题，没有正常的三观。谁可以接受自己的男朋友出去这样干？我不管他是不是真的出去约，或者是真的出去跟人家聊天，但这个行为就是不好，所以不要怪别人传出来，自己做了就不要怪别人传出来，好吗？我只想说这个，其他我也不想讲。感情是你自己的问题，你自己过得好就可以，你开心就行。做人要坦荡。我确实在午夜梦回的时候，我会想是不是我自己的问题，就是可能我带着我的主观因素，然后我去跟我信任的人说的时候，然后不一样。但是吵架，然后吵，我们吵了又和好，然后下次再吵，然后再把这个之前的事情，我心里就是一开始本来吵完接受了，下次再吵的时候，我又会觉得这些事情还是在我心里是一根刺，然后又吵的就是他也不相信我，我也不相信他，他觉得我好像找人倾诉的时候会故意说点不知道是什么样的话，他也不相信我，然后我也不相信他，然后所以说这是其中一点的因素，我们两个到今天为止，但是确实也是感情是我们俩自己的事情，然后吵到最后可能他只占一部分，但是也许到最后并不是这个是终究的原因。你好，陈律。你好。其实我不想为任何人说话，我只是想为 CP 粉说一句话，就是其实这2年来 CP 粉从来没有做过任何对不起你们的事儿，当然永远都是我们被抛弃。就曾经的我们洗广场做数据团建什么都是为你们在做，但是现在 CP 粉是你们一分手就可以炮轰走的存在。我不是要赶走大家，只是你们如果每天现在只能看到我直播或者是对面直播，但是作为本人来说，我觉得这段感情他确实我已经接受这个结局了。但是我想问你，你真的特别恨 CP 粉吗？我不恨啊。可是你的所有行为都是在恨 CP 粉，知道吗？但是那我要往前走的话，我必须得切割掉我之前的这一部分了。那我们就活该被你切割是吗？
那我该怎么做呢？没事，切割吧。不然你告诉我应该怎么做？其实你可以跟我讲一下。其实还有刚才所有上麦的人，我想说就不要带着 CP 粉的皮 ，CP 粉的皮真的那么好皮吗？还有就是你的唯粉在语音直播间造谣刘聪的时候，他们说没有骂刘聪，没有造谣刘聪，可是都有录屏有截图，你想看吗？我不想看，因为前面那个也说了，就是他们什么造谣我的人也开，这个东西我是觉得没有任何意义的，去纠结这个。可以。那我想问你，所以就是该告就告，如果对方要告，那让他去告，我也要告，因为他们是直接发了我信息来骂我，骂的也特别难听，也造谣我。唉，其实这2年就我们不评价你们感情，因为我们看你们感情真的特别好，就是你们俩的感情也是让我们相信。哎呀，我承认2年的感情是有非常非常多美好的时候的。2年感情是美好，所以现在不否定你们2年的感情。现在只是想说，算了，不说了，说偏心拉倒。我还是想说一句，陈律，你不要附和，你真的不配。就是你觉得我不配的原因在哪？嗨，我看还几个2000钻呢，没了。喂，哎，你好。你好。哎，是我吗？是你的。啊，哇塞，陈律真的，你的这些受抚慰粉丝们真的绝了，好会带节奏啊！我的天，真的刘聪不是玩不过你，刘聪是玩不过你的这群粉丝。我不知道这句话你听了会不会觉得难受啊？我没有说觉得难受吧，我是其实你可以讲一下你是怎么想的。对，我今天就是想好好的说一下哈，就先说一个，就是那个陈楚楚，现在经常在你这个直播间一直提，前几天他在可乐直播间骂刘聪，给刘聪带节奏，被可乐骂出翔了，你知道吗？我看到我当时在可乐直播间，我真的笑死了，这个还说没有带刘聪的节奏的，刘聪现在跟不管是跟那种粉丝不是太多的主播连麦，还是跟大主播连麦，你只要去对面直播间看，都是在骂刘聪，说刘聪渣男，说刘聪约炮，说刘聪出轨，我的天呐，我都不知道刘聪他到底是做啥了，他要一直这样被2年追着骂，而且我是就是磕了你们2年的 CP 粉哈，然后但是过了今天我不会再磕了，而且本来这一段时间我也已经在专注自己献声了，然后也不看你直播，也不看那个刘聪直播了，但是我就今天然后又点进你的直播间，看前面粉丝上麦这么多，我真的实在忍不了了。还有就是刚刚你的一个粉丝他说，如果他不做，他怎么会被传出来？这句话是受害者有罪论吧？我想知道是做什么了。这句话就好像你一个人你的一些事情，然后被人家暴露出来，然后被人家颠倒黑白拿出来说，然后最后还要冤你为什么要做？就像很明显的一个就是那个俄罗斯女模那个事情，你都已经直播澄清了，你说刘聪是跟他的一些直男好兄弟们一起聊的。但是你知道现在直接传出来是刘聪他在分手后他加了一个俄罗斯的模特，然后他跟人家要约炮，这你说这我的天，这是多会节省啊！这就是谣言是不断的，但是造谣是没人听的，你知道吧？还有就是我如果说的太多了，你们肯定觉得我又在带节奏。因为你看，像我昨天不是还传出我来给别人打个招呼 hello， 他们就说我在杭州已经找人约炮了吗？但是有谁，我想知道你在哪看到的有人带你节奏说你要找人约炮，
那你又是怎样看到的呢？我没有看到，我现在就没有看到有人说你有人说你在杭州要找人约炮呀，所以我才问你是在哪看到的？就是有人也这么说我啊，那你是在哪看到的？你是在哪看到的呢？我没有看到有人说你约炮呀，但是那我也没有看到，我也没有看到有人在刘聪的直播间说是刘聪约炮啊。你当然没有看到了，你在直播呀。我说的是刘聪和别人连麦，对方对面的主播的那你当然也没有看到啊，因为你现在质问我。好，那行，那我就明白了。那现在反正就是已经。那我就说一下我自己想说的吧。好，你说。就是其实我觉得，可能真的没有人可以评判你们两个的任何一个人，只是我今天的确是我听完连线以后我有点难过。特别是刚才有人说你有粉丝在造谣刘聪的时候，然后你的第一反应是你也被人造谣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后面可能你们也没看他的直播。他在分手之后，他第一时间看见弹幕有造你的黄谣的时候，他是维护你的。然后包括像后面很多次说，你刚刚是觉得我没有维护吗？对吧？可能我自己的感觉是这样子。因为，所以我说有时候你可能不会说话，然后就也造成了很多误会吧，反正是。可能刚才那一瞬间给我的感觉是这样子的，我觉得大家在每次问到你跟他的问题的时候，你第一时间下意识是反应说就是为自己辩解，但是我觉得可能人的第一反应都是这样子。但是我记得我刚刚说我维护了，我说了我们俩之间没有任何的就是原则性的问题，那些什么出轨啊约什么，我说从来没有。这个其实大家都知道，但是他的维护是比如说大家有人说你要约新人了或者是怎么样，他第一时间就是说不要把你想的这么坏，反正是。而且包括像大家有些人说你在直播间发的红包有点小，然后他过年发了很大的红包，他也在直播间说，他说这个红包是你们两个人一起发的，他说你应该也希望大家就是可以天天开心。反正很多事，反正这些也是我自己的感受吧，也不能代表所有人。然后其实还有一个想讲，就是说对于大家所有骂人的，其实唯粉也有骂人的，然后CP 粉也有骂人的。我是觉得大家如果说谁骂到你要去维护你喜欢的人可以，我觉得那你直接骂回去。但是为什么一定要比如说骂陈绿的你一定要反驳他的时候去反驳刘聪也做过什么事情呢？包括像骂刘聪的，然后你去反驳他为什么说陈绿也做过这些事情，我就觉得不应该这样子。你要骂就骂当下的人，不要去讲另外一方的人的过错，就这样子。然后可能其实我留下来可能也是我自己的执念吧，但是我就觉得不管你们未来就是选择怎么样，就是都可以，反正是你们自己想做什么就可以了。因为每个人的所有的看法都不一样，不管是任何分级，他可能都会觉得你的这个行为或者是不对，或他的行为或者怎么不对，但是也是希望你们两个就做你们自己想做的事情，不管这个行为到底是成熟还是不成熟都可以，因为都是你们的事情，这样。对于飘屏的那个，我是说我没有否认说陈绿没有出钱啊，就是我的意思是说，有些 CP 粉或者是别的刘聪的唯粉，他当初觉得刘聪花了很多钱，陈绿没有出钱，我只是说刘聪维护了一下他而已，是这个原因，我没有觉得说陈绿没有给钱。我就想问你一个问题，不是一个一个来啊，我就想问一下。你自己觉得这2年这个感情，你自己到现在，你是觉得你是一个什么的感受？就是你是觉得后悔了是吗？不后悔。行，那我想问一下，你现在以你的
观点，你觉得刘聪认识你算不算他倒霉呢？我不知道，他应该不会这么觉得吧？哦，那你还挺自信的。好，我说一下那个语音听骂人的事情，别天天说你们没骂人，都有截图好吗？天天的说这些。然后我想问一下，你说他那个谣言他自己不告，那个谣言的源头不是你说出去的吗？他怎么告？你是他的爱人，他怎么告？不是你和那些人说的吗？那他去告那些人，那些人会说是你说的呀。我刚刚不是也说，我刚刚也一直说了这一个问题，就是我找人倾诉的时候，我选择了就是我信任的人，但是我说的所有的事情，他可能站在我的主观视角，但是我没有就是我没有造谣过。哦，你没有造谣，但是你是不是说了？这个承认吧，我没有乱说吧？对，我确实找人倾诉过。好，很好，行，好，你自己觉得你自己双标吗？就是一些事情你做你觉得没有问题，但是刘聪做你就会放大，你自己承认吧。没事啊，我觉得，干嘛把它断了？我想听啊，我想听他想怎么说。不要自轻自贱，你真的很好。我觉得我也就是一个普通正常人的一个正常的成年人吧。但我真的觉得我也没有特别的好，就是一个正常人吧。因为你知道，其实我知道这几天有人都在说我什么，说我是个荡妇，说我什么之类的。但是我自己觉得我没有说太过分，但是就是一个正常普通人的那种思想吧。就比如就我觉得我在谈恋爱期间我没有出过轨，也没有跟别人聊过骚，至少我在一段感情当中我是没有做过什么出格的事情的，对吧？这一点我觉得是的。但是可能有些人他道德底线比较高吧，他用他的道德底线来要求我，然后他其实这段时间我的抖音评论有一些人在说我是个贱货，是个荡妇。但他可能是道德底线比较高，他用他的一套道德底线来要求我。至少我觉得我在谈恋爱期间，我是一个就是至少谈恋爱的时候我没有出过轨啊，也没有做过什么没边界感的事情，也没有聊过骚。那分单身了之后，有些人他好像说的自己道德底线多高似的，有些人分手了难受7天8天，天天沉浸可以，他妈的，要是真有你的好闺蜜说今天给你介绍一个1米8几的大高个，身材巨好，脸长得跟黄景瑜似的，把你约出去，你出去玩一趟，你身边没人的时候，你指不定就跟人家亲上了。单身的时候还跟分手多少天，我觉得没有太大的关系，只要你出去了，人都是视觉动物，你要真在外面有那种大帅哥贴着你说喜欢你指不定找个没人的地方你就跟他亲上了。单身的时候就是有些人好像觉得自己道德三观非常的高，说的那个什么一样。宝宝你好。你好。其实我觉得吧，然后你真的不用特别有心理负担，也不用给自己太大的压力。因为其实很多就是喜欢你的，不管是之前的老粉也好，包括现在新喜欢的这个粉丝也好，就是大家其实很简单，就每天晚上直播能够看到你就已经感觉很开心了。就是今天晚上你刚才一直说就是自己表现的不是特别好，然后其实真的没有必要就是把自己逼得特别紧，就是在我们唯粉的心里边，你不用做对的事情，也不用做让自己就是特别有压力的事情，你只需要做你自己，每天晚上你出现，然后我们就已经感到很开心了。就是我们可以接纳你所有的情绪，就你可以永远做你自己，就是真的你可以任性的宝宝，就是真的没有关系，你不用看那些太多的一些黑屏，因为就是昨天我看很多连麦，就是有一些可能就比较偏执的一些前 CP 粉吧，就是姑且认为是前 CP 粉，他们一上来就去指责你啊，或者去干嘛的，其实能够理解吧，因为什么样的人都有，然后他们包括说一些就是唯粉不好啊什么的，其实
我想说的就是大家的想法很简单，因为我们看不得别人骂你或者别人说不好的，就像你看我作为一个喜欢你的粉丝而言，就我听到广场上就像油菜籽呀、充融定律呀，一些你们的前 CP 粉女明星，然后都10几万的粉丝带头去骂你、诅咒你，然后说然后死不死的、病不病的，就真的特别特别难受。然后你看作为一个粉丝而言，就我都这么难受，这些的话舞到你面前，甚至说是加你微信，然后去用电话的这种形式，我觉得这种的话其实特别极端，特别不理性。就像我可能我感受到的难过不及你的就是哪怕1/10，因为毕竟的话这个事情是你亲身经历的，就是反正但是我可以说，就是像我一样的这些伪粉有很多很多。我们不期待你就是多么有事业心，或者多么能够突破自己。然后直播的话，永远是光鲜亮丽的呈现给自己大家，就或者是伪装自己的情绪。我觉得你真的，你本人的话，你可以就是放轻松一些。就因为现在的话，可能你也刚从 CP 赛道转回这个单身博就是个人博主，然后和就是伪粉之间的这个信任是正在搭建的这个过程。但是真的，我们伪粉真的就是没有任何要求，宝宝，你可以做自己，可以任性，可以不做对的事情，可以就是有任何情绪，你不开心了，你上播就哭，然后你觉得哪句话谁说的不对，对你造成了伤害，你就骂，没有关系的，真的。就每天你都特别漂亮，每天的话这1个月里边，你想这1个月就是单从咱说这个10月份，你看你做了多的就是特别棒的事情，然后你去新疆拍摄了，然后而且你出了很高质量的这个视频，而且就是你和伪粉之间有一个破冰，咱们共同努力，该做数据做数据，该把这个票打上去咱也打上去了，该破圈咱也破了。就是而且你在杭州的话，你也逐渐就是捡起了你的社交，然后逐渐步入这个生活的正轨。其实你真的已经特别特别棒了，就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就你可以佛系，因为考古过来，包括一路陪伴你过来的这些粉丝的话，然后我们都知道，其实你是特别佛系、特别容易知足的一个人。所以每天你给自己贴一些标签的时候，我们是懂的。就是我们懂，你可能就想用一些轻松的方式去进行一些调侃，让大家就是都开心一些嘛。这个属于你的职业素养，然后也是你业务能力特别强的一种呈现。但是真的就是我觉得你之前一直把直播当树洞，以后依然可以的。就是我们不希望你做那个永远做对的事，然后也不希望你做一个懂事的主播，懂事的宝宝。就是我们能够接受完整的你，真的，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些的话，不针对一些理智的 CP 粉哈，只针对一些极端的。就是你们不要想着，然后主播这边什么都看不到，然后你们仗着自己粉丝多，你们每次在他微博上能抢个热评，然后你们在微博上就在他热评里边一副嘴脸，在你们自己的主页上把他骂得那么难听，这些的话其实伪粉这边都是有搜集这个证据，包括录屏的。然后后续的话，如果咱们这边以后有管理，或者说是这个助理小姐姐的话，我们会把这些就是所有骂过陈绿的这些证据的话，全部提交给助理小姐姐和管理。就是法络它就是网络它不是法外之地。然后我觉得磕 CP 吧，包括你作为任何属性的话，你一定要理智，就是要有底线，你不能无底线的，你给这儿是吧乱搞。就是首先吧，你得是个人。你看有些人他连人都不做了，就像今天飘屏的这个姐妹，你说但凡受过一点教育，是一个成年人，哪怕他不是成年人，他都不可能说出来这种话的。就是所以你不用就是去我不能说你不能在意吧，因为不可能不在意的。你想我作为那个粉丝，我作为一个普通的粉丝，我看到那个飘屏我难受到现在。我当时看到那个飘屏我眼泪刷的就下来了。就是其实我感觉我是比较理性的这种粉丝，但是其实当时看到那条我就很想哭，我就怎么能对我也是说这么坏的话。对，而且的话你知道吧宝宝，我们经常会看到你可能就是这个他舞到你面前了，但是有些人经常说伪粉怎么着，但是其实的话我们经常看到这个微博啊、广场呀、豆瓣呀，就一些这个
就是我们不愿意让你看到的，但这些人他就是以后我们会拿起这个法律的武器去捍卫陈绿的这个权益，也会捍卫这个我们作为伪粉作为一些素人粉丝的权益。然后你们这一些人的话，你们还开合素人，把网暴素人，把素人的这些信息，然后你们就是给曝光，网暴人家的小孩儿。然后还有的话，这些人还特别过分的是，我们宝宝发视频的时候，你们在那个2群和5群微博群，你们曾经是喜欢过他的人啊，你们在群里边集体组织网暴他的，举报他的视频，然后去私聊人家高评高赞的那个素人，然后骂人家小孩，让人家去删评，你们真的就不做人。就宝宝真的没有，就是我现在我没有办法说，然后你不要在意差评，会影响你的情绪怎么着，因为就是我哪怕不能跟你感同身受，我已经也会被这些就是骂你的这些差评去影响，因为作为一个粉丝，然后我也很心疼，就是真的很有时候真的很无力。但是宝宝没关系的，就是我们都会陪你走过，就是我们会越来越好，就是不管是你也好，我们伪粉也好，我们共同进步，我们一定会越来越好的。就是无论是我们从这个数据上，还是从就是我们之间互相的信任搭建上，我们一定都会越来越好的，宝宝。就你真的不用担心，就是就是不会有人永远爱你，但永远都是会有人爱你的。就是你像你在单身之前的这些粉丝，包括现在就是我们这些一直陪伴过来的粉丝和一些新粉宝宝，就是我们都是希望你能够做自己的，不用绷得太紧。就是我们没有要求你，就是或者说是我们每个人都不会把自己的期待去加在你身上，你不用满足任何人的期待，你只需要做你自己就好了，宝宝。宝宝别哭了，就真的你真的不要有心理负担，因为我最近看好几场你的直播，我觉得你就是有时候其实就把自己逼得太紧了，不管是事业上还是就是对伪粉也好，就因为有时候你发一些视频，比如说那一天你带了一个文案，你下边的话你就立马跟这个粉丝解释了嘛，然后说就是这是一个热点，包括有时候你怕直播间，有时候你的情绪一荡下来，然后就是粉丝就会跟着你的情绪荡下来。但是之前的话，很多姐妹也说过，就我们不只想陪你开开心心的，有时候我们也愿意陪你哭一哭，真的没关系的。你在我们面前永远可以做自己。就我们真的不需要你完美的，宝宝。就是因为你的缺点和优点都特别明显，而且特别鲜活，就是我们在你身上其实能汲取很多能量的，因为你真的是一个内核特别强大，而且内心特别柔软和细腻的一个人。就是如果真正的就是能够用心感知你、了解你的人，然后都会能够感受到的。就是你也应该能够感受到，就是很多。其实像我其实不只代表我，就是像我一样的粉丝真的很多很多很多。就是在你单身的时候，在你恋爱的时候，包括现在，就我们永远的一个诉求就是你的真心，你能够被好好的对待。就无论你的身边是哪个 NPC 哪个朋友，或者是任何一个人，只要你的真心能够被好好对待，你能够被好好对待，就我们就会爱屋及乌的，真的，宝宝。就是你最近不要把自己逼得太紧哈，就是你比如说明天你要累了就休息休息，然后如果你要状态好的话，你就把直播当树洞，就跟我们聊聊天，没事的，就是不用状态很好。就包括的话，就是我觉得你对互联网的话，其实也是比较随意的，不管是这个票也好，流量粉丝也好，虽然你经常说你很在意，但是做104的做主播的没有人不在意，但我也知道，就是你是一个特别容易知足的一个宝宝。就是现在的话，因为你没有办法，你必须要通过这些的话，你去转移一下注意力，然后包括有时候强撑着做一些节目效果。我不知道怎么说，但是有时候我看到你就是去做一些节目效果，去就是努力的拖住自己的情绪，给粉丝带来情绪价值的时候，我会感觉特别特别的心疼。然后我也觉得，我个人的想法的话，就是你只需要做你自己，你不需要满足我们任何人的期待。就是我自己的情绪如果down的话，我会自己调整，我们粉丝自己调整。
但是你永远做你自己就可以了，你不用活在任何人的期待里，宝宝。就是我们，就是你能明白我的意思吗？就是我们不要求，就是我们真的对你，就是不希望你光鲜亮丽的，我们只希望你永远做自己就好了，你随你心，你永远都拥有选择的权利。如果再回到这个感情的问题上来说，很大一部分的这个粉丝的话，就无论你哪怕有一天未来的事情不可预测，无论你是就是有一个契机再复合，或者是有下一任，不要有感情了。好，宝宝，我不说了，就是反正你随你心，我们永远站在你这一边，永远站在你这一边，你真的永远可以做自己，宝宝，真的，宝宝啊。How you doing, ladies? Y'all already know what it is. You can touch this, yeah. YG and another.